我是瓜皮儿，重启之极海听雷前景提要。黑爷在哑巴村通过阿婆找到了神庙正下方的地下河，并找回了被村民抢走的摄影机。此时楚楚的哥哥被抓了起来，而铁三角在进入地宫后经历种种危机，终于来到了主殿，并找到了三叔留下的录音机，得知了雷声的存在。在众人准备撤退时，雷声把地宫中的人手背都唤醒了，吴邪等人只能连忙退开，跳到了船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皮庸和人手背包围了过来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爬到了船上。好在吴邪等人配合默契，各自镇守一方，勉强的守了下来。但如果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全军覆没，因为皮庸和人手背的数量太多了，只要一不小心被拉下了船，就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性。眼看战斗越发的艰辛，小哥武力值全开，一刀斩落了身前所有的皮庸，凌空飞跃到了听雷装置的大钟上，斩断了连接的锁链，让吴邪等人赶紧上来躲避。二爷在地面通过仪器感知到了下方区域有大量的异动，推测到吴邪等人在主殿肯定遇上了危险，决定用气弹炸开淤泥，但轰炸的出口也只能维持几分钟，就会被四周的淤泥再次填补上。第二次再炸的话，就要隔1天1夜。见此情况，二爷只能赌这一次，进行挖掘机敲击地面，用摩斯密码通知他们，再准备爆破。吴邪等人爬上来后，暂时脱离了危险。小哥斩断了最后一根锁链，大钟掉了下去，砸毁了小船，阻止了皮庸和人手背的进攻。但是下方的沼气突然涌了上来，用了不到10分钟，所有人都会全身麻痹，窒息而死。在所有人都开始要绝望的时候，刘丧听到了二叔要准备开始爆破行动了。及时与二叔炸开了出口，听到了下方的求救，他连忙找来了起重机开始营救。众人抓住丢下的绳子，一个个被拉了上来。突然刘丧因为受了伤没抓稳掉了下去，吴邪为了救他上来，自己摔了下去，陷入到了危机之中。皮庸们发了疯似的围堵了上来，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啊！吴邪绝望了，在他准备点燃打火机同归于尽的时候，女皮庸突然出现，阻止了他的行动。此时小哥天降神兵把吴邪拉了上来，在这最后时刻，吴邪抓住了他的手。古墓中的东西太危险了，为了不让他们出来祸害别人，吴邪点燃了打火机丢了下去，引爆了下方的沼气。被救后他昏了过去，苏醒时刘丧赶来，感谢了他的救命之恩。看着床边的女皮庸，吴邪掀起了她衣服的袖口，猜测她可能就是哑巴公主。另一边，哑巴村村民抓住了楚楚的哥哥，而阿婆也被黑爷带走。双方用视频通话达成了明早交换人质。楚楚很感谢黑爷为了救他哥所做的一切。黑爷看着楚楚伤心的样子，安慰他，并承诺会找朋友治好你的嗓子。楚楚非常感动。二人回到屋里，把抢回的摄影机内容播放了出来。仪式里，阿婆从死人身上取出了东西，黑爷猜测应该是某种金属。哑巴村的村民都不能说话的秘密可能和他有着什么关系。此时一支全副武装的大部队赶来，他们是当地的地头蛇，领头人名叫金九爷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抢点钱啊，不对，是为了收保护费。此时金九爷色眯眯地盯着楚楚，黑爷只好花钱把他打发走。突然干儿子想起了一件奇怪的事儿，哑巴村没有新生小孩，他推断应该是很小的孩子都被藏了起来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能说话，这里面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回到屋里，黑爷把拍到的照片给阿婆看，就是这种金属片才是造成村民都会变哑的原因，目的就是为了听雷，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做手术装入到脑中，就会变成哑巴。阿婆听完黑爷的推测后震惊不已，她让楚楚摸了摸自己的头，果然在头骨上面的有个孔，里面镶了个东西。二人把阿婆带到了医院拍片检查，医院表示人在幼年的时候头骨还未愈合，这一定是有人手术把金属黄片安在了头骨的缝隙里，从而造成了人会变哑。黑爷把得知的信息告知了二叔，刚好二叔这里有段听雷，想让阿婆听听看能不能有所收获。黑爷等人走后，有个人出现了，他一直在跟踪监视着黑爷的一举一动，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回到家里，黑爷把雷声的录音播放给了阿婆听。阿婆表示曾经听到过这段雷声，很久以前先祖寻找雷声密集的地方，为南海王建造听雷圣地，位置就在地下河的尽头。当年吴三省就是被这段雷声指引到这里，带着我的儿子去了地下河寻找听雷圣地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阿婆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儿子能回到自己身边。吴邪等人探完地宫后，大家一起开了个聚会。
二叔在聚会结束后给吴邪讲起了以前的故事。三叔在考古队曾经有个队员叫齐进，他是领队的主任，也是我的初恋情人。但是齐进一直喜欢的是你三叔，而三叔也有一个相好，那就是陈文锦。通俗点的话，大家可以理解为这是个四角恋的关系。当时我好像明白了二叔一直不去寻找三叔的原因。后来他们在考古队来到滩涂，并找到了南海王地宫，地宫里海蟑螂铺天盖地，因为意外沼气爆炸轰开了大门，他们阴差阳错的来到了地宫内部进行探索。最终他们来到了主殿，准备在这里进行听雷。这时穆学海把墙壁上的壁画割了下来，整个人开始疯疯癫癫的。吴三省意识到来到地宫队员们伤的伤，疯的疯，听雷必须停止。他的这一想法被齐进极力反对，两人意见不合，大吵一架。因为破坏了壁画，里面的怪物跑了出来，队员们损失惨重。危机中，三叔不顾自身安危救下了陈文锦，这令齐进十分难过。后来考古队一致决定封锁这里，也不知道穆学海又是怎么混入地宫的。他最终把壁画拼成功了，找到了雷城的位置，但是也不知道他是被谁救出来的，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疯的。可能这就是你三叔想让你查的真相吧。齐进也因为这次冒进被单位批评，也被考古队开除了。最后他请我看了场电影，但是那部电影我一直没看懂。但这肯定和你三叔的事一定有关联，和听雷一定有关系。从地宫出来后，杨大广就死了，穆学海疯了，关于三叔的所有线索都指向了雷城。吴邪听完二叔的故事，陷入了沉思。哑巴村双方对峙，按约定的时间交换人质。在交易的过程中，有一蒙面小哥一直潜伏着，准备放冷枪。突然随着一声枪响，村中男子中枪领了盒饭。哑巴村村民十分气愤，双方的战斗再次展开。怎么说也是人家的地盘，村民火力全开，越打越猛啊！黑爷等人在枪林弹雨中抵挡不住，只能陆陆续续的选择撤退。楚楚和干儿子在最后撤离时被开枪击中，撞下了大树。一支神秘的队伍出现，把他们都带走了。村民们刚刚要出去追击时，几个烟雾弹丢了过来，紧接着一支装备精良的小部队杀了过来。他们把哑巴村的村民重重围住，都控制了起来。这时随着一阵六亲不认的步伐，他悠哉的来了。这幕黑手就是焦老板，而这些人正是他的手下。黑爷在山上看到楚楚等人被带回了村子，也十分着急。无奈对方人多势众，他已经联系了朋友赶过来，两人决定先回去再想办法。焦老板一上来就让村民下跪臣服自己，村民在压迫下只能无奈的照做了。这时他们把牺牲的人火葬了。焦老板说道：黑爷去我家偷东西，那2只青铜耳朵就是我安排给他的，里面的秘密我一直解不开，所以我故意放走了他，让他帮我寻找线索，从而破解出青铜耳朵的秘密。焦老板旁边那个一直帮他的杀手名叫姜子算，他来帮焦老板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两人之间也是各取所需。火化完毕后，小听雷装置金属簧片被焦老板得到，他想在楚楚的头上开个洞，让他进行听雷实验，更想见识下开洞的古老技术。村民们听后吓坏了，这种手术只能给小孩做，成人做会死的。焦老板听完表示，不用害怕，我曾经做过，顶多变成一个傻子。最终村民在胁迫的情况下决定在地下河进行仪式。此时黑爷一个人还是偷偷的潜伏了过来，但是被姜子钻发现，一枪打倒在地。其他的佣兵也纷纷跟了过来，见到他露头，那就是一阵狂扫啊！黑爷无奈只能是全力奔跑，蛇皮走位躲过了子弹，最后冲进了屋里，佣兵也跟了进去，两人1v1，互相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地下河中，焦老板命人帮楚楚做钻洞手术。在楚楚最危机无助的时候，黑爷出现了，他打败了佣兵，互相交换了衣服，潜伏了进来，并且借机用青铜耳朵靠近焦老板，用它来做人质，让楚楚等人一起安全撤离。几人逃跑后，焦老板气急败坏，煮熟的鸭子都飞了，连忙叫手下赶忙去追击。黑爷在逃离时还是被追了上来，在树的后面和楚楚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危急时刻，前方英雄3秒钟抵达战场，鬼魅一般的步伐和身手，战场上来无影去无踪，有小哥在的地方安全感爆棚。在佣兵追击时，吴邪等人引爆了炸弹，黑爷的亲友团到了，焦老板在屋里瑟瑟发抖，吴邪等人有3倍于他们的活力。原来是二叔把东南亚所有的安保公司的高手都雇了过来，有钱就是任性的。姜子钻在山下要狙击吴邪的时候，脑海中浮现了他姐姐的画面，看到两人之间肯定是有着什么恩怨，才会让他这么痛恨吴邪。焦老板等人逃离后，黑爷因为枪伤倒了下来，楚楚瞬间惊慌失措。
在他苏醒时，楚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两人之间像极了爱情啊。这时，二叔找黑爷叫他来一起庆祝时，打断了他们的好事。在聚会上，众人互相吹捧，黑爷还搭上了一副墨镜送给了小谜题。批发眼镜哪家强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此时，刘丧作为工具人负责排雷回来了，村民们的道路安全了。另一边，楚楚一个人循环地待在回忆中，脑子里全是黑爷的画面。两人经历过生死后，黑爷对楚楚的意义完全不同了。回到屋里换药时，楚楚大胆地表白了，黑爷拒绝了这份爱意，但楚楚表示会一直坚持陪在黑爷身边。会议室中，二叔给吴邪等人开会，分析焦老板雇佣军的来历和南海王手持神器无往不利的传说，而且可以肯定焦老板也在寻找地下河中的雷城，他和母学海发疯肯定有着某种联系。如今的线索已经用完了，只有地下河可能有三叔的线索。在众人准备进入地下河时，胖子昏倒了，原来是二叔不愿与吴邪去冒险，黑爷自作主张在吴邪和胖子二人喝的汽水中做了手脚，所以他们才昏了过去。另一边，焦老板加钱给雇佣军召集人手，对于他而言，无论如何也要拿下哑巴村。听到二叔去了地下河，焦老板急忙动身前往。地下河中，二叔带领着大家探索时，在墙上发现了吴三省留下的信息：我们受人胁迫，将南海王地宫的文物藏于杨大广家的地下。杨大广被逼听雷而死，母学海不从发疯，而我被人胁迫一起前往雷城。如有后人来到，尽快支援。二叔猜想，应该是有一批人威胁他们一起去到雷城，他们当中没有叛徒，老三应该是清白的。此时，一队车辆赶来，焦老板带人包围了这里。他的杀手仔姜子钻逼问出了吴邪的去向，连忙开车赶去追击。车上的吴邪苏醒了过来，只是药劲没过，四肢还是麻痹的状态。他问刘丧到底要去哪儿？猝不及防的豪华旅游啊！突然，窗后的玻璃碎了，后面响起了络绎不绝的枪声，原来是姜子钻开车赶来袭击。在这危机时候，刘丧把油门踩到了底，两车互相追逐碰撞。刘丧在拐弯时跌入了山底。地下河中的二叔等人找到了雷公像，并用那对青铜耳开启了机关。突然，水中发生了异变，形成了一幅模糊的地图，这可能就是通往雷城的方向。众人连忙记下水中的内容，很快，雷公像自动销毁，水中的地图也消失不见了。在他们走出洞穴时，被焦老板的手下重重围住，二叔等人只好放弃抵抗，被抓了出去。吴邪醒来时，发现他们被抓到了这里充当采石场的劳工。原来车掉到了海里，被这里的人打捞了上来当苦力了。几人被胁迫来到了外面干活，突然胖子被抓了起来，注射了麻药。原来这里是金九爷的地盘，有人花大价钱要买吴邪和胖子的命，买他们命的就是姜子算。他找了美女进去和姜九爷进行交易，九爷看到这个辣妹眼睛都直了，想让他出卖色相，当场就反悔了交易。美女只好借口出去请老板请示。屋里的吴邪和胖子全身麻痹，他们知道这不是二叔的人，想要救自己还是要靠自己。二人默契配合，胖子出卖色相，直接亲婚了九爷，然后他们放倒了进来的美女，并用他的手机约来了姜子算，抓住了他，从而获得了二叔等人被焦老板抓住的信息。吴邪决定用这两个人去交换二叔。他们绑架了金九爷，用他来做人质，准备开车逃跑时，车上的姜子算身手敏捷，抢走了胖子枪，把吴邪打下了车，一脚油门开车扬长而去。而留下的吴邪被士兵们包围住，最终他放弃了抵抗，选择了投降。哑巴村二叔等人能否度过危机？等待吴邪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？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